解放军中型合成旅一次最新进行的演习引发关注，强大的炮兵火力堪称最大的亮点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，我是虎妞。央视军事节目报道了我军第83集团军某中型合成旅于日前新进行的一场实弹演习画面，爆出的诸多镜头都非常值得拿出来单独说说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这些镜头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无一例外地展示了我国陆军炮兵极其强大的火力，精准、快速且致命。这也是我国军宣报道中比较少出现的，能完整展现我军炮兵火力强度的镜头画面。虎妞刚好就借这些比较难得的镜头来跟大伙唠唠炮兵上的这点事儿。说起现代战争中炮兵的存在，首先绕不开的一个点便是近期仍在持续激战中的俄乌冲突。无可否认的是，俄乌战争向我们诠释了一些现代战争的真正形态，比如说对像乌克兰这样的中等军事强国发起全面军事行动，哪怕是常任理事国这一级别的国家来主导进行，也不可能只通过导弹打击和空军轰炸就解决问题，必须要有大量地面部队下场参战。地面部队的行动仍是左右整场战争发展的关键，而地面作战中最重要的兵种又当属炮兵无疑。在目前持续进行的东乌地带作战中，俄乌炮兵互射已经成了战场的主旋律。不管是炮兵对炮兵的炮战，亦或是炮兵砸敌阵地的进攻火力准备，再或者是打击敌进攻部队的防御作战，炮兵俨然成了任何形式的地面作战行动中都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尤其是奉行大炮兵主义的俄军，使用炮火反复打击乌军防线、阵地、各种部队集结点，不断消耗乌军有生力量，打击士气。之前甚至还有这么一件事儿，乌军用北约给的坦克等重武器，东拼西凑组织了半个机械化旅的兵力发动反攻，结果被俄军炮兵用木敏弹、激光制导炮弹一通狠揍。半个机械化旅在开阔地带连俄军阵地都没摸到，就被干了个稀碎。20多辆装甲载具的残骸到处都是，着实输得很惨。还有西方援助的 M109A3、M777 等自行火炮、榴弹炮，在近段时间投入战场后，也都是被俄军炮兵挨个点名、定点清除摧毁。这充分说明了，在现代陆地作战中，火炮不但是防御和进攻作战中不可或缺的绝对主力，更是打击敌方炮兵地面最有效的地面力量。讲完了火炮的实战表现，话题再返回到我军的炮兵建设上来。相较于俄军炮兵来说，我军炮兵从整体上来说更加现代化，性火结合度更高， OODA 循环更短，高性能技术兵器数量更多，战力更加强大。从16年军改开始算起，我军炮兵从那时起确立下的一个重要目标，便是强化炮兵性火结合，缩短战场 OODA 循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用更加信息化，能够实现战场信息数据链实时组网的新型高效技术装备，来武装我军炮兵，提升战力。所谓的缩短战场 OODA 循环，即是搜索目标到最终摧毁目标这一过程的所需时间被压缩精简。举个例子，我军炮兵相较于俄军炮兵来说，由下放置旅属炮兵分队营一级的专业炮兵，观测无人机可用，能够对炮兵分队作战范围内的100公里以内、数十公里区域进行侦察观测，为炮兵提供打击坐标以及确认毁伤效果。无人机回传的战场数据可被直接接驳进火炮的车载数据链终端，炮兵收到炮击坐标后，可立刻对敌进行快速覆盖打击，打击完成后可立刻进行机动转移，不管是打击效率还是战场生存率上都有很好的保证。这种下放至营一级的大型4轴可垂直起降炮兵观测无人机，无疑大大强化了我军炮兵的作战效率，极大缩短了 OODA 循环时间，同样也是俄军所不具备的优点。与我军相比，俄军的炮兵观测无人机则相对紧缺，主要依靠民用小型4轴无人机凑数，不但航程有限，速度较慢，抗干扰能力差，侦察时敏性不佳，且无法接入专业的战场数据链传输设备，在实际使用中多为俄军无人机操作员确认敌坐标，然后再将打击坐标转交给炮兵，炮兵拿到坐标后再行开火，
这就导致俄军炮兵的 OODA 循环时间被拉长拖慢，在战场感知和信息获取上存在一定困难，在信火结合度方面同样也做得不好。大量老旧的火炮装备上并未安装战场数据链终端，这就导致即便俄军有专业的炮兵观测无人机，战场观测数据也没法及时传递至炮兵手里，依旧需要观测员经一到手来实现传递。总的来说，对于我军炮兵较之俄军炮兵拥有卓越优势这一点，俄军自己也是在近几年的中俄联合军演中多次体验过，并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，以联演友军的身份对我军炮兵表示了赞扬，这是我军炮兵靠实力赢得的认可。而在全球范围内真正数得着的大国陆军仅剩中俄，美国陆军连年治安战打到美军自己都承认，现阶段已经暂时丧失大国陆军正面对抗能力，需要军改重整，需要学习解放军一样巨大量造现代化炮兵装备，搞装备汰换，撤换治安战装备，搞信火结合建设的情况下，我军炮兵在数得着的仅有竞争对手中，只要超越了俄军炮兵，那实际上就能稳坐全球炮兵的头把交椅，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大国陆军炮兵。